眼见叶晨威胁要抽自己的时候，还专门伸出手来在自己脸边比划，洪长青真是恨不得将他碎尸万段，因为他这辈子都没受过这样的屈辱。可是一想到自己在金陵还有要事，出门就是派出所，他心里就算是有天大的恨，此时也只能拼命压制在心底。叶晨见他脸色铁青，整个人像个快要爆炸的高压锅一般，便冷笑着讥讽道：怎么着，不敢给我号脉了？我看你这老东西，昨天就是使诈赢了施神医，不然的话，你为什么不敢给我号脉？叶晨原本就怀疑这个洪长青是不是给施天琪设了个套，今天见他竟然是八星武者，就更坚定了这个猜测。一个八星武者，每天大部分时间肯定都用在了修炼武道上，这种人就算有成为顶尖国医的天赋，也绝对没有成为顶尖国医的时间和机会。这个世界上不乏能拿到诺贝尔奖的顶尖科学家，也不乏能把某项乐器、某种绘画研究到炉火纯青的艺术大师，更不乏能将这项运动练习到世界冠军的体育健将。但是谁听说过哪个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同时又能成为世界顶尖钢琴家和奥运冠军的？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洪长青既然是八星武者，那就注定了他根本没有太多时间和精力能在其他领域成为翘楚。此刻见叶晨一直咄咄逼人，洪长青的心底登时有些紧张。他虽然是道门天师，也算是一号了不得的大人物，但他这么多年主要精力都放在修炼武道，次要精力则都用来研究一些低级道门丹药的炼制，根本没怎么深入研究过国医。不过他倒也不是一点医术都不懂，毕竟道门本身就善医术，所以他比多数水平有限的国医还是要强一些的，只是跟施天琪这样的国医圣手比起来还有很大差距。当他看上了施天琪的济世堂，同时又想鸠占鹊巢，踩着施天琪在金陵快速立足的时候，他便想到了给施天琪挖一个坑。也正是因为自身医术的本事比不上施天琪，所以他才故意找来了几个托儿，然后借机跟施天琪比试医术。昨天来看病的所有女患者都是他安排的人，施天琪只要答应跟他比试，无论施天琪从中选谁出来做比试的标杆，都注定必输无疑。而当时自己一直牵着施天琪的鼻子走，又利用现场目击者对施天琪进行施压，施天琪根本就没有往这方面考虑。可叶晨不是施天琪，施天琪可能会因为笔试的标杆是自己从几名患者里选的，就觉得一切都没问题。但叶晨却觉得这里面听起来就有点说不清的猫腻。他见洪长青还不说话，便皱眉说道：不敢比试是吧？我看你就是个骗子，趁我还没报警抓你，赶紧有多远给我滚多远。洪长青咬牙说道：谁说我不敢？只是你本身就是施天琪的人，你们沆瀣一气，我给你号脉还有什么意义？就算我猜准了，你也会说我没猜对。叶晨笑了笑，直接将身份证掏出来，反着扣在桌上，将自己的姓名、出生年月扣住，淡淡道来：我身份证就在这儿，你给我号脉，只要你号出的出生年月跟我身份证误差在7天以内，我就算你赢了。洪长青一下子紧张起来，本身号年龄这种事情就没那么简单，昨天自己就怕施天琪真有本事号准对方的年龄，所以找他们来演戏之前，就提前找办假证的人给他们办了假的身份证件，而且故意把生日与实际年龄偏差了1-2年，为的就是双重保险，不但让洪长青自己提前知道答案，还混淆了真正的答案，让施天琪就算本事天大，号出来的年龄也无法与身份证上的年龄相呼应。所以现在叶晨忽然发难，他哪敢随便应战，于是他便冷声说道：哼，身份证算得了什么？身份证也是可以作假的，万一你做了一张假身份证来骗我，把出生日期改了，我就算有再大的本事，也不可能猜到你身份证上的年纪，这样的话，你岂不是稳赢不输了？
叶晨听完他的质疑，好奇地问道：看来你对这种下三滥的事儿门清啊？难道你就是靠这种小伎俩赢了施神医？洪长青立刻矢口否认：我当然没有，我赢施天启靠的是自己的真本事，我只是觉着你这小子一看就不像好人，很可能是故意设计坑我。叶晨点点头，你是怕我跟施神医串通起来坑你对吧？洪长青立刻说道：没错。行。叶晨微微一笑，对陈小昭说道：小昭，把我让你请的人都请进来吧。陈小昭连忙说道：好的，叶大师。说完立刻跑出去招了招手，很快便从外面带进来10几名年龄不一的女性，有的看着也就20出头，有的看着至少也有60、70岁。这些人进来之后全部站成一排，叶晨看着一脸瞠目结舌的洪长青，笑道：来，洪天师，这些女士们都是我让小昭一大早从咱们金陵劳务市场雇来的短工散工，你来给他们挨个号脉，看看能不能猜准他们的年纪。还是我刚才说的那个规矩，你的误差不能大于7天。洪长青心底很是慌乱，嘴上却故意讥讽道：我怎么知道这些人是不是你新找来的托儿？不要紧，叶晨笑道，我就知道你得有这些屁话，而且我还怕你会说你是妇科圣手，只会给女人号脉，所以我让小昭请来的都是女性。说着叶晨又道：当然了，最重要的还是你说的托儿的问题，我让小昭早带着他们都去派出所开了出生日期证明，都加盖了派出所的公章，确保派出所开具的出生日期证明和他们的身份证出生日期一致。你要是还跟我耍赖说什么是我找的托儿，那我就直接请警察过来做个见证。说到这，叶晨干脆甩手算了，你要是觉得这样还不行，那我就打电话找朋友给介绍一下公证处的人，然后也联系一下电视媒体的人，让他们共同来做见证，然后咱们在他们的见证下去大街上随机挑选测试者，大不了让你自己随便挑总行了吧。你要真能把每个人的年龄误差都控制在7天之内，这到时候电视台一报道，你洪天师的知名度就更高了，不但能弘扬咱们华夏国医，还能申请一项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说完，叶晨看着洪长青，笑呵呵地说：看吧，老子有的是办法治你。洪长青一听这话，整个人顿时如遭雷击一般，他做梦也没想到眼前这小子竟然会这么损，这几乎就是把自己所有的路都给堵死了啊！而且他还想找媒体，自己在北美那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要是当着媒体的面丢脸，那岂不是英名尽毁？本期视频结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